大家好，我是坤。今天这个新游戏开服啊，叫《一念逍遥》，也是我入坑的第一天。这是一款放置修仙类游戏啊。那放置游戏对我来说呢，就是你合理利用资源，比别人更快的推进度，然后更快的获取资源，累积优势啊，大概是这样的感觉。那我在入坑前呢，也稍微研究了一下这个游戏，通过我收集的一些资讯呢，和我自己的感受，和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游戏入坑的时候都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。和一些能帮助你在前期更好上手这款游戏的小技巧。那下面我会按照个人认为比较重要的点，一个个为大家分享。那 Let's begin。第一，职业选择。游戏在开局的时候呢，它会给你2个修炼方向供你选择，炼体和修法。简单的说，就是战士和法师的区别。炼体它是一个高爆发、CD 比较长、单体伤害高的一个职业。修法呢，它单次伤害低，技能 CD 很快，然后群体伤害也有一定的优势。这个大家凭喜好选择就好了，没有一定的强弱。如果有明显的强弱的话，这个游戏就做坏了。那你到一定境界后呢，你可以开始双修，但是个人认为前期完全不推荐这么做，因为你把资源平摊的话，相当于你会废掉，就是进度会落下很多。所以前期的话，绝对都是以一个单一的方向，但是后续有一个小技巧，我之后可以再提到。然后是境界，境界是这个游戏的重中之重啊，毕竟修仙游戏嘛。我目前入坑1天，来到这个炼府前期 ，OK， 那你可以通过吃这个秘药啊，然后服这个丹药以及吐纳来提高你的修炼进度。首先呢，这个吐纳是有 timing 的。你要在它差不多正好满的时候松手，你看它就有一个乘2，它是一个就是对你要把这个 timing 做好。然后我目前也不是做的，我目前不知道它的这个到底在哪里啊？你看又乘2，就是你要在它正好满的时候松手，还可以加快一下这个吐纳的效率。另外服药的话，它每天是有一个次数限制的。那如果是无氪的话，建议你每天至少也要保证吃蓝色以上的这个同阶的丹药。那如果是小氪以上的话，我是建议全吃紫色的。OK， 那天机阁，天机阁每天就算是无氪，这2样也是必买的啊，断续伞和这个修为福袋。那修为福袋呢，打开就是我们所说的丹药了。你看，至少能开到紫色，如果是橙色的话，说明运气很好。那这些也随便先开一开吧。那基本上呢，我天机阁也会去刷新那么1次吧，然后看到有一些永久加成呢，我也会买下来。那其他的材料，如果你看到打折比较高的，那你又有一定的氪金，那也是可以酌情购买啊。但是这2样一定是必买，绝对必买，好吗？然后是神通，神通就是战斗技能啊。那这边要给大家的建议是，不要2条一起练。再说一遍，不要2条一起练。那目前体修的话，我是选择了右边这一条，因为你前期这个你升级消耗这个神通心得是完全不够的，完全不够。那你2边一起练的话，其实你这边也解锁不到，然后你的技能也是要提高到一定的程度，那它才有更可观的伤害。那体修我是建议右边这一条，好吗？它是一个伤害高加减益，你看这边是一个减会心抗性啊，减目标的防御啊，就是一个更高伤害的这么一个感觉。那左边的话，我看了是相当于一个自身的增益啊，然后就是当一个肉盾吧。但是这种游戏我觉得左边就算了啊。那建议大家体修练右边，好吗？我查了一下攻略，好像法修也是右边，点到一定程度之后再去左边，这样的感觉。那归根结底就是前期不要太贪心，专心练1条 ，OK。然后是古堡，古堡呢就是这个游戏的氪金点了，就是你一直抽奖抽出来的。
你抽的越多，古堡越多，这样的感觉。那古堡繁多，你前期的升级资源有限，你要怎么选择呢？那我会选择在右上角点击这个属性啊。那像我体修的话，就是务工的这些宝物，然后气血呀、物防啊，这些会比较重要。那你看最下面的一些法攻的，那就是完全没必要花这个资源去升级。OK， 然后前期它会送你这个东西天火印，这是一个主动古堡，它带一个主动的效果，但这个东西呢也是必升的，好吗？那在这个以外呢，主动古堡以外呢，优先去升级这个攻击啊，防御啊，然后以及气血，然后把最下面的这些所谓法攻啊，然后法术闪避之类的，都可以暂时搁置。那先把资源集中在对你最重要的属性上面，去做一些提升。那另外在同一个类目内呢，大家怎么去做一个优先级呢？对我来说就是给大家一个小技巧，就是加这个被动效果，它加固定属性的我会去做一个优先的一个提升这边也是。那到这儿，它可能说每击败一只普通怪物提高多少，那这个数量在没有满之前，它不会有一个太大的提升，好吗？比如说我这边有一个橙色的古堡，物防的橙色，看上去很屌，但他说每炼制一颗橘色品质丹药提升物理防御，那我现在一颗都炼不出来，这个东西完全就是一个鸡肋，在目前，那也算是橙色，也完全不用在这个阶段去花资源去提升它。OK， 那比如说这边给大家的概念就是说，这个生效数量越高的去升级，那固定属性的那再优先一些，就是差不多这个概念吧。那另外再给大家提供一个小技巧，就是你在修炼的时候呢，你到了这个结丹或者炼府前期，你就可以开始双修了。那你这个城镇，你这个天机阁，就是性价比最高的这个福袋和这个断续伞它是刷新的话，其实你靠氪金去刷新，它是相当划不来的。那你在前期想要一个更高的效率，你可以怎么做呢？你可以暂时的把自己替换成这个修法 ，OK， 然后你稍微等一下我们感受一下。OK， 破镜。OK， 突破成功。那这时候会发生什么呢？你回到这个天机阁，商店刷新了，好吗？然后你可以，因为前期它的这个机缘送的还是蛮多的，你就可以再去做一个这个的购买。那因为前期的这个境界突破相当快，那你在到炼府前期的时候，你可以通过这个小技巧 ，OK， 去让你这个多买一些这个修为的福袋，好吗？这个提供给大家吧，大家酌情使用，好吗 ？OK， 那今天就介绍到这里。我最近应该也会持续的玩这款游戏。如果大家有什么想和我交流的话，欢迎在留言区和我聊天啊。那如果大家想和我一起玩的话，我可以继续输出一些类似的内容，好吗？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